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煮速冻饺子时不要急着下锅，今天教你正确做法，煮出来和现包的一样好吃。很多人煮速冻饺子的时候呢，经常会破皮，和那种现包的饺子不一样，不是很好煮，口感呢也是黏唧唧的，也不好吃。那是因为下锅的时机不对。所以煮速冻饺子呢，看似简单，实际呢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。下面跟着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跟大家说说，虽说同为速冻饺子，但呢也有优劣之分。一般正常速冻的饺子呢，不会接触过多的水分，因此表面冰霜呢不是太多的。如果饺子冰霜太多，有的已经结成冰块，说明饺子呢可能经过2次速冻，那样的饺子口感和营养都不太好，建议不要购买哦。现在开始煮冻饺。锅中烧水，大火烧开。我们把饺子下锅之前呢，最好能够在锅里加一些盐。加盐之后，水的沸点就会提高，这样煮饺子时水就不会过于沸腾。饺子下锅后呢，就不会受到沸水的冲击，可以尽量避免破皮。并且加入食用盐之后，饺子能够更快的吸收水分，可以让饺子吃起来更美味哦。这会儿等水涨起来，接下来这里是重点哦，注意看，我们看到锅底开始起密集的泡泡时，这会儿水呢还没有完全涨开，撕开未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下入冻饺了。煮速冻饺子呢，一定要温水下锅煮，因为速冻饺子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，水开之后再下锅，饺子皮呢容易被热胀冷缩，从而破皮。温水下锅呢，可以避免饺子快速膨胀，同时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让饺子慢慢解冻。另外，温水时锅内的水呢是不会沸腾的，可以避免饺子受到沸水的影响，过度翻滚而破皮。当然，速冻饺子呢也并不适合用冷水煮，因为冷水煮饺子会延长煮饺子的时间，更容易使得饺子破皮哦。您记住了吗？刚下入饺子的时候呢，用铲子多搅动搅动，可以快速的使饺子受热均匀，并且呢不粘锅底。同时大火将水烧开，使饺子能够迅速的漂浮起来。记住，煮冻饺呢，千万不要盖锅盖，否则热气出不去，饺子容易发黏。就让饺子在撕开未开的水中煮几分钟，这样煮出来的饺子跟现包的一样好吃。这会儿锅中的水在慢慢涨起来了，我们等它完全涨开。这时往锅中加入100毫升的冷水，用铲子轻轻搅拌，使其冷热均匀。老话说得好，3开饺子2开面，做饭呢真得靠经验。水开后在锅里倒冷水，是因为煮饺子时水很容易开，但饺子却不容易熟。如果锅中的水呢一直沸腾，饺子皮呢很快就会化，所有饺子都会粘在一起，不仅容易破皮，而且容易粘成一团，难以下咽。因此我们可以在水开的时候呢加入1碗冷水，加冷水能够使温度快速降下来，这样煮出来的饺子更筋道更爽滑，味道呢也会特别的好吃。第2次展开，现在呢是我们第3次加水了。煮冻饺的时候呢，可以反复加水3到4次，煮好以后的饺子呢更加的软嫩鲜香。在等待它展开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准备自己喜欢的汤料，或者我们也可以事先准备好。大碗中加入1把虾皮提鲜，1把紫菜，1把香菜，少许的香醋，再来一点生抽调味，最后加入少许的小米香油，先放在一边。
这边饺子呢已经再次展开了，我们要看一看饺子是否已经完全的被煮漂浮，其次就是看一看饺子的外皮有没有发白。如果饺子已经完全漂浮且饺子皮不发白的话，就证明饺子呢已经完全成熟了。煮冻饺没有时间限定，完全靠经验哦。这时我们把热汤舀一碗放入汤料碗中，热热的冲一冲，冬天喝上一口，全身都暖和了，特别舒服，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。紫菜呢我们不需要煮，即使紫菜烫一烫呢就足以熟透了，而且呢营养呢会被完全保留，营养更丰富。这时我们再将饺子盛出来放入热汤碗中，搅拌搅拌即可享用美食。按照我们这样的方式煮出来的饺子，个个都很完整，不破皮不粘锅。关键是这样做出来的速冻饺子口感更加鲜嫩，更加好吃，和刚做出来的饺子呢一样美味。所以以后煮冻饺一定要试试这样的方法。如果您不喜欢吃带汤水的，我们也可以现调一个简单好吃的蘸料蘸着吃。碗碟里边呢加入多一点的生抽，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香醋，再加入一勺辣椒酱，搅拌搅拌，好吃的蘸料呢就调好啦。这时我们把饺子盛出来，装入盘中即可享用。用这款蘸料蘸着饺子吃，特别美味。蘸上蘸料，一口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用以上的方法煮出来的饺子，不管是带汤还是蘸料，都非常的方便，不用担心发黏破皮，吃起来口感呢都很好。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吃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